我们看到的这张图表是沪深300的月线图，那这里就会出现几个问题。当前是不是牛市的启动的初期？如果是牛市启动的初期，如何来判断后期沪深300指数上行到什么点位或位置会遭遇到中期的压力，以及近期有没有可参与的介入的机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里是交易品种共享的大家庭，通过波浪结构的解盘，看形态入场，专注解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走势，来帮助大家避开追涨杀跌的陷阱。欢迎伙伴们关注、订阅、点赞。如果有看不准品种，可以私信约稿。因为平台限制，更多的品种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可以加微信来了解会员的权益和资格。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一个主题。本期视频我们主要是来说一说国内的沪深300指数，这也是咱们的一个会员约稿。虽然咱们的这个频道不涉及到国内的 A 股基金以及 ETF， 但是国内的指数我们是可以来聊一聊的。那接下来，那么我们围绕以上几个问题，我们开始展开。整体的指数是在2005年到今天也就是将近20年的一个时间。在这20年的时间里，大部分的时间它是处于一个宽幅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下来我们就要通过波浪理论来梳理一下。起手就是先走出了一波上涨，之后呢，从相对的高位再次出现了回撤。因为它目前看到的是月线图，我们先不定义它的级别，我们看接下来的这一段走势。接下来这段走势是从08年的10月份一直涨到了21年的1月份，最高点是5930，低点是出现在1607。这波走势的结构它是非常清晰的是一个明显的五浪的引导楔形，1、2、3、4、5。那这一波走势它就是一个五浪的引导楔形。那当前我们就可以先定义这一波走势，它大概率是某一个级别的起始的一浪。那接下来我们通过黄金分割看一下最近的这次从5930的调整向下的一个幅度位置。那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调整从整体的幅度来说是基本上是达标了，因为它已经触碰到黄金分割 0.618 的位置，也就是3250，所以这次调整的幅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这里可能是某一个级别的二浪。那当前从这个低点二浪低点3108开始，我们就是预期它进入到月线级别的大三浪的一个初期，但是从小级别走势来说，还需要最后确认一下，此处可能会先走个1、2、3、4、5，先完成一个引导楔形的一个雏形。等这个引导楔形的雏形完成之后那基本上就没有任何悬念了。那我们就会知道，当前我们就是处于这个大三浪的初期，完成的这一波引导楔形可能仅仅是3浪1。这里我们还是要借助一下黄金分割来看一下最近的上方压力目标在哪里。可以看到大致的位置就是位于这个 0.618 的位置，也就是4856。只要靠突破前高之后向上靠近这个位置甚至于只要突破前高之后接下来再次向上触碰到这个 50% 的位置4529也算成立。因为第一波的走势并没有想让它预期走得太远太高，那么这里可能会完成一个3浪1。等这个3浪1走势结构结束以后那接下来可能中期走势它会面临出现一次所谓的这个3浪2的调整。我们先预期画一下比如它说会在这个位置的中间，比如4700最后停住。那么后期我们下方所需要关注的位置，那就是在 50% 到618这个区域，也就是3910到3724 3浪2。等这个3浪2完成之后，整体的沪深300指数将会迎来主升浪也就是3浪3的上涨。那这次3浪3的上涨，那起始的目标就会以突破前高5930为最近的一个预期。当然它可能最终的上涨它的点位可能远远不止于此但是我们知道
后期将会面临三浪三，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市场当中存在的这个结构机会。也就是说，当前我们仅仅是认为它可能会走一个引导楔形向上走完这个三浪一，后期也会面临中期的一个三浪二调整，然后再次开展三浪三的一个主升浪。那从当前的点位4130附近，那往上看4530啊，4850，最近的目标也大致有400点，更高的目标可能将近会有700点。所以从这个月线我们分析完之后，那对于当下的国内股市来说的话，我们不应该过分恐慌，反而应该惊喜，牛市的初期已经出现，无非是我们等待突破上一次的这个上涨高点4450，只要突破这里，引导楔形就成立了。那么从这个结构划分来说的话，后期的预期再也不会有选择题，比如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啊，不会有这样选择，后期整体就是往上看。那你的中长线波段就可以死死的拿住，而不用反复的去操作这种短线交易，因为毕竟是长线是金，短线是银嘛。那通过月线的结构，我们已经梳理出来了当前所处的位置。那接下来我们切换到更小的周期来看一看，当前的沪深300指数在更小的周期里面，它运行到哪一个阶段？刚才我们已经划分了整体的这波走势它处于三浪一当中啊。那当中每一个子浪的结构，那么我们再标注一下，这是子浪一、子浪二、子浪三，然后出现了一个三波的调整啊，这是子浪四。那当前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是处于这一次引导楔形雏形的最后这个阶段，子浪五当中。那这个子浪五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划分的，比如1、2上涨有一个3，回撤有一个4，然后再上涨有一个5。等这个走势结束了，那也就是子浪五结束了。那往更大的说，就是引导楔形的三浪一完成了。所以当前我们通过周线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是处于这个子浪五当中的第三浪上涨啊，第三浪上涨。那近期整体的上涨目标，我们这里可以通过黄金分割先划分一下，然后我们再借助一下这个波浪尺，看一下这个当中的一浪和三浪的一个比例关系。通过以上的结构划分，我们可以看到后期短线上行有两处比较关键的目标。第一处位于4230到4270，周线目标4230到4270。第二处目标就是上一次的上涨高点，也就是4450附近。可以说中短期我们就先盯着这两处的位置先看啊。如果再突破子浪三的高点的话，那上方分别还有4550以及4720两个位置。但是以上的位置我们也是逐级上看，先看目前距离最近的这两处压力目标。通过当前的这个结构划分，那么更小周期的周线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处于这个周线级别的一个主升浪啊，这是主升浪的一个子浪五当中的第三浪上涨。所以近期整体向上的空间包括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短期支撑它也可能是之前上一次这样突破的一个高点的一个位置，平台高点的一个位置啊，这可能就是它最近的一个支撑4020。通过这样的走势结构划分，那么当前我们就已经清楚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那对于后期来说的话，整体的上涨幅度以及空间的话，中短期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中长期等这个三浪二月线级别的三浪二调整结束之后啊，我会更为乐观啊，更为乐观。所以当前对于大家来说就是精选板块和个股，然后接下来就是拿住，等待这个利润奔跑啊，等待利润奔跑。以上就是我对于国内股市沪深300指数的整体波浪结构形态分析。这里面我也指出了，目前是大概率是处于这个牛市的初期啊，也分别在月线和周线分别做出了它的一个波浪以及它波浪结构的一个分析。当下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接下来我们就等待后期市场的验证。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